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伊恩。今天要分享的是样板语法的 V4。那我们马上开始吧。以前没有 V4 的时候，你要产出10个机器人，你得手写10次的设计图，写到手抽筋，而且万一要改个颜色，你要改10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使用 V4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你手上有一份资料清单，上面写着每一个机器人的编号、专长跟颜色。你只需要设计出机器人的规格书。当你喊出开始生产，传送带就开始疯狂的运转。每经过一个原料，工厂就嘣一声，自动产出一个完美的机器人，一瞬间整齐划一的排列在画面上。这就是自动化开发的美学。不过工厂里有一个强制的要求，每个产出的机器人胸口都必须贴上一张唯一的身份证的编号，也就是我们的冒号 key 指令。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编号，当其中一个机器人要维修时，你的工厂系统会搞不清楚哪一个机器人要抓回来，最后导致整条生产线大乱。通常我们使用 V4 指令时，会先设定一组有规律的数据资料，传入 V4 的指令中，然后取得单个资料和索引，而必须设定的冒号 key 的值。建议使用资料库的 ID 而非索引。这是 View 的识别节点，优化更新效能的关键标记。虽然我们取得到索引，尽量使用资料本身的编号来做关键值，因为当清单顺序改变时，使用编号能让 View 更精准地找到对象，避免渲染错误。如果你的资料物件非常庞大时，别让层层叠叠的属性名称塞满你的 HTML。我们可以在 V4 中直接使用解构语法，把需要的属性，例如 ID、name 直接拆解出来。这样做不仅能够让 HTML 看起来更清爽、更好维护，也能够让你像个专业的前端工程师。这是本次分享的最重要的一课，请大家在荧幕前画重点，绝对永远不要在同一个标签上面使用 V4 和 VIF。想象一下，工厂的传送带还没有启动，你就叫警卫去检查机器人的编号，警卫当然会一头雾水，因为机器人根本还没有生产出来。在 View 3中，同一个标签上面的指令有优先权的定义。VIF 比 V4 有更高的优先权，也就是 VIF 会跑得比 V4 快。如果写在一起，程式会直接报错，找不到变数。乖乖听官方的话，可以用不可看见的 template 的标签把它们分开。或是先用 Compute 函数过滤好再丢出来，这才是专业的写法。恭喜大家，我们已经有了初步 V4 的使用方式和错误回避的方法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别忘了帮我点赞哦。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现在就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有趣的 View 3的内容哦。废话太多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实作。我们要来实作，为了让程式码更容易维护，我们采取型别分离的做法。现在跟目录下新增 type.ts 的档案，专门定义 user 的型别，这样不仅能够让多个元件共用型别，还能确保 user 的资料能够始终如一。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测试的资料，为了保持进入点 menu 元件的整齐与专注度，
我们在根目录要建立 data.ts 的档案，这种资料与逻辑分离的做法，能让我们更清楚管理 mark data， 也方便我们日后切换成真实 API 的调用。我们来建立 user list 时的元件。首先定义好要接收资料的接口，也就是 user 时的资料，跟删除时通知副元件的 delete user 的事件。User List 元件基本设定完成。现在我们回到 Menu 元件，准备建立主界面。我们要把 User Data 给载进来，并挂载 User List 时的元件。主界面建立好了，现在要把重头戏，也就是要把 User List 时元件里的资料给显示出来，而用来处理删除使用者的事件通知。这样一来，显示与删除资料的逻辑都完成了。画面顺利跑出来了，名单和删除按钮都各就各位了。现在我们来测试功能，点击删除后，确认资料会立刻消失。我们现在要开始测试删除按钮的功能。结果删除功能是正常的。最后我们加码测试一种情况，如果把名单都删除光呢，画面会出现什么？我们现在把名单完全删除。你看现在出现没有名单的时候的画面，这是我们预先设定好在无资料的时候出现的提示，这也是专业的开发者要预先想到的情况。测试完成，删除的功能也完成，我们也亲眼见证资料清空时画面是如何切换的。到这边我们已经完成 V4 的实战范例，关于 Vue 3中的列表渲染。相信今天大家经过机器人工厂的比喻和实际操作，大家已经彻底掌握它的精髓了。希望这些技巧能够在未来帮助你在专案中能够灵活地操作更复杂的资料结构。在掌握了产出资料的技巧后，下一集我们要来聊聊更精彩的话题：事件处理与表单绑定。我们会拆解 vModel 这个黑盒子，看它是如何结合 vByte 和 vOn 这两个小齿轮，让我们把使用者和界面真正的互动起来。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在实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或是对什么有疑问，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我会亲自为你解答。荧幕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 Vue 的教学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去看看。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下一期再见喽，拜拜。